这边请。首长好。大家好。你们的办公室里还有操作间，一般公司都会把操作间放在工厂里。看来你们的设备很齐全。啊，那是必须的。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正好吴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我们设计师的作品啊。来，这边请，继续工作。这边，各位，先把手里的工作暂停一下。这位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？吴小慈，吴老师。旁边这位呢是吴老师的女儿高慧小姐。今天来我们的凡斯参观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手里的设计作品给吴老师展示一下，让吴老师多提提意见啊。行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江小莎。你好，吴老师你好。挺不错。好。那边那位呢也是。凡斯果然会挖掘设计师，这样有想法的设计师可不多见啊。妈，你看这个设计眼不眼熟啊？这位设计师该不会是妈妈的粉丝吧？周总，我知道现在珠宝行业互相借鉴的情况有很多，没想到你们凡斯的设计师也喜欢借鉴我们慈恋的作品。啊，慧慧，说话要注意用词。中国风的设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应该叫致敬，对吧？赵司令，这个设计到底怎么回事？高小姐，我想是你误会了。确实，我很喜欢吴老师的蝶舞系列，但是我并没有借鉴和模仿吴老师作品的意思。你这么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作品同样用了蝴蝶这个风格来做，但是我是用了碎钻镶嵌的结构，表现展翅一瞬间的动感。弧度、角度和表现形式和蝶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件珠宝，一个设计，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联想到其他更好的同类作品，那我觉得就是在模仿。你觉得呢？何况你这个蝴蝶尾部，这个结构处理的也太简单粗暴了。这么小的装饰，你用的碎钻居然用爪镶，入门的学徒都不会这么做的。你难道不知道直接打孔才能更好程度地展现火彩吗？这是因为爪镶除了能保持钻石的完整性，还有利于流水线量产，所以……葛姐，可不可以话不要这么多？专家给出的意见一定要虚心的接受，好好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这女孩也叫高洁，跟潘越的女儿同名，难道是巧合吗？啊，吴老师，这边还有一位设计师叫何文，非常优秀。来，请。周总啊，我想看一下你们公司设计师 Jocelyn 的资料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高洁的资料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整理好之后给您送回去。那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高小姐。
高洁的资料。妈，我承认，凡思的硬件和软件都很不错，但我认为不合适。凡思的背后集团是做金融的，一点珠宝行业的经验都没有。我可不想啊，以后对着一群只懂资本不懂情调的老狐狸解释我的设计。知道啦，我带你四处转转，是想让你看看其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。你看今天那个 Jocelyn， 我就觉得他设计的有点意思。你虽然一番话压倒了人家，但是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。无论我们将来选择哪家公司合作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的冠军，这才是你立足我们行业的基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走吧。1130个质量标准和我今天去不了了，奶奶临时让我陪她去工厂开会，我得马上赶过去。给消费者的每一片面膜。这么晚了，你开什么会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奶奶有多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新品上市前开通宵会都不在话下，我也不能示弱啊，否则让穆子云看笑话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去了呗？对，我得提醒你几点啊。高慧最受不了别人放她鸽子，你今晚务必要说服她，让她搭个线，约吴小慈出来。还有，高慧她心高气傲的，你千万不能跟她对着干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要不要再给你10分钟？你找点靠谱的过来。今晚谁输了，请全场喝酒，怎么样？慧慧，我从美国追你到上海来，你对我就这么绝情吗？谁让你这么叫我？上次就已经说了，输了就别缠着不放了。今天带了这么多人了，还是输了。唉，你们男人真叫人看不起。你这么说，我就不愿意了。我为了男人的尊严，也要跟你打一局啊！你又是谁啊？能赢你的人。这么大口气？谁先开杆？女士优先。你可别后悔，我开杆从来没输过。我也不想赢得太快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可得请全场喝酒。今天人挺多的，不便宜哦。愿赌服输，这样很公平啊。只不过为这样的美女掏钱，光喝酒怎么行啊？如果我赢了的话，让我请你吃饭。最后一球了，不过让美女买单，可不是君子所为啊。今晚全场的酒我来请，记我账上。好。
所以，我能请你吃饭了吗？你都请全场喝酒了，你卡里的钱还够请我吃饭吗？我的不够，还有于毅的呢。于毅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和于毅订了下周一的餐馆，还望你和吴小慈老师赏脸。什么？我叫于直，于毅是我的堂哥，幸会。二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菜已经点完1个小时，厨房问可以上菜了吗？再等一会儿吧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来打电话催他们一下。哎，约好的11点，他们还没到，摆明是给我们下马威嘛。现在打电话，不就是我们着急输了吗？对我来说，效率和结果最重要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金钱。我倒很喜欢这种博弈啊。你放心吧，你现在输的这些时间，以后肯定会赚回来的。哼，你的心态倒是挺好，但是不知道高慧的心态是不是这么好。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，你前2天你还打桌球赢他，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故意晚到。你都说了，他是不服输的性格，以他的性格能这么轻易放弃吗？放心吧，肯定会来的。好啊，既然等都等了，咱们来找点乐子，咱们赌。这样，1点以前如果他们不来的话，这顿饭你请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跟你赌。你输了。看来是我请客，你掏钱了。吴老师你好，老师，慧慧，很久没见你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学长，有些日子没见，你夸人的本事还是没有进步嘛。不好意思，让2位久等了。金芙蓉散使的杨总一大早就等在我们家门口，非要接我们过去看看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逛这么久都饿了吧？入席吧。请。中午我请大家吃猪肚鸡怎么样啊？好啊！哎，那我们都先去占座吧。走。好，吃饭去了。哎，今天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啊！你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拿下比赛资格之后，我还没请大家吃饭呢。高姐，一块儿吧。哦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请你吃饭比请领导都难。文文，哎，这份设计稿呢，一会儿修改一下啊。周总，中午我请吃饭，赏个脸呗。哼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你先去，等一下我就来。快点。好。周司令，可以啊，都学会打小报告了。你不知道人事经理是我的球友吧？新人入职的时候呢，不是教过你的吗？要懂职场规则。你连职场规则都不懂，到哪里都做不好的。在东南亚你就骚扰我，故意派我去那个有危险的矿区，破坏职场规则的人是你，我一忍再忍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选拔机会。可你还要玩手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玩什么手段嘛？不服气？不服气可以继续往上告啊！就算你告到居司长那里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还有，你设计的那个什么雪花，看起来就冷冰冰的，而且里面还透着一股假正经。连你的设计总监都帮你打不了圆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？就算我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能保证拿冠军吗？
知不知道吴小慈的女儿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人家可是在海外获过设计大奖的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，先搞清楚，动脑子。我看你真的需要补脑子，多吃点核桃吧，啊！大家都去吃饭，就你不去，这么不合群。于直，恕我直言，你们瑞华几十年来一直打造的是素金产品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们算得上国内数一数二的。但是，在镶嵌类珠宝的领域里，你们瑞华一直差强人意，跟其他公司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吴老师说的对，瑞华以前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兄弟二人决定要跟紧时代的潮流，大力发展镶嵌类珠宝。因此呢，我们会比同行其他的人要拿出更大的诚意跟您合作，而且合作的空间会更大。而且我们发现呢，您近5年的作品都是采用东南亚最优秀的红宝石。我们为了表达诚意呢，已经在东南亚阿斯特矿区签署了合作协议，您可以看一眼。还真是被你们给签下来了。但是我听说，你们公司的穆子云掌管着整个的产品系列。也正是因为穆子云不重视镶嵌类的产品，所以呢，一直都没有做起来。你们怎么保证，我们合作以后，你们瑞华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此链？吴老师，这份是我们的详细策划，我们保证会在市场、销售和供应链上给瓷链最好的资源。你可以回家慢慢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最重要的。慧马上就要参加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更重要。学长，你这么说，好像我参加的是高考一样。我早就听我哥说了，你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拿了全美设计新势力的亚军，以及珠宝首饰的新潮奖。这是第一次回国比赛，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做好了计划，希望为你的夺冠之路增加一份助力。我需要你们借力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凭我的真本事拿不了冠军了？你也说了是借力，你们二位刚刚回国，对国内的市场啊以及比赛环境都不太了解。我们二人呢，希望为你提供一份绵薄之力。来，吴老师，慧慧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来。思成，你说我的设计是不是真的不够好啊？高姐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吃饭，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这些啊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。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啊，对了，前面一个海丰书屋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
玉芝，上次我只是答应和你一起吃饭，并没有答应你把我妈妈也一起带来，所以这顿饭不算上次约的，你还欠我一顿。妈妈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呀？好了，什么请一顿饭吃一顿饭的，多无聊啊！我直接帮你夺大赛的冠军怎么样？珠宝设计大赛又不是玩桌球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敢这么说呢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实力，所以啊，不要辜负我和我哥的信任哦。那上次玩桌球我不是也输给你了吗？我可郁闷了好久。这有什么好郁闷的？下次你挑一样，我让你赢。不好意思。喂。于先生您好，你找的 Miss J 已经到店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有事儿啊？好好想想要赢我什么。顾老师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些年变化真大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你这个忘了自己的混蛋！对，我是混蛋，但你应该清楚，失去了这次机会，我可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。我要证明我自己，我不想自己的才华永远被埋没。真难看。我画的好看，你看看。画的就是难看，比我画的难看。我比你画的好看，你自己看，比你画的好看。啊，我的本子！啊，你不要踢我的本子！你不要踢我的本子！这是潘越吗？小朋友，大人没教你不能欺负人吗？潘越，潘越，你不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高海啊！他把我的蝴蝶都弄脏了。这是你画的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给我蝴蝶。好脏啊！潘越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珐琅工艺在中国早已有之，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。在外来工艺的影响下，珐琅工艺先后于13世纪和17世纪的初期逐渐发展起来。尤其是在15世纪的中期前后极为兴盛。在中国的悠久的工艺流程史上，珐琅工艺可以说也是最年轻的工艺。我国史书上称其为珐琅线，为过窑。它主要是以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儿？在那边3号桌。矿物质作为原料，经烧炼而成固态后的
的掐丝花纹一般是用红丝，底拍脸多半都是红拍。哎，你干嘛抢我手机啊？开别人玩笑好玩吗？我们做什么了？你这是在侵犯他人肖像权，知道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哥哥？我们只不过是看你长得帅，想拍你几张照片而已。然后发朋友圈炫耀是吗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没劲。我们俩就是打个赌，看看这个海报是真的寻人启事啊，还是什么书店搞的活动噱头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居然还有人用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。哥哥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这么说，是你赢了？是啊，我赢了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是真的在找人。那我只起诉他一个人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不会真的要起诉我吧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很好笑吗？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这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。外公，我回来啦。小姐回来了。妈妈呢？睡了。哦。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小心划破手啊！没事儿。白天呀，你妈妈不小心打碎了一花瓶，心里难过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为了哄她睡觉，我就说我用这些碎瓷片给你镶一个首饰，这样她才睡了。不过她说明天一早就要看到我做的这个瓷片首饰。瓷片都可以做首饰啊？玉石、贝母、珍珠、宝石、钻石，可以做首饰，瓷片怎么就不行呢？外公说的对，任何材料只要美就有价值。陶瓷的光泽、颜色都能带来别样的美，而且尺寸都能根据设计进行调整，确实是用来做首饰的好材料。对呀。今天我又写了一张。交学费吧。对了，外公，你觉得对于珠宝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最近在设计上面遇到一些问题，总觉得我的设计冷冰冰的。
光掌握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基本的技术，那只能算是一个匠人。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，一定要有灵气。可是，怎么才可以让作品更有灵气呢？你们设计专业嘛，我不懂，但是从做首饰的工艺角度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不管做什么，都要用感情啊，不管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工艺技术，采用什么设计方案，在你做的时候，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进感情。投入了感情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有感情，就是活的，就有灵气。是啊，有感情的首饰才是活的。对，模仿别人的东西是不会有感情的，有感情的东西你也模仿不来。小姐呀，每一件珠宝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这些藏在里面的故事，别人是偷不走的。我明白了，外公，谢谢你。Double espresso。晚上喝这么浓的咖啡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越浓我越喜欢，和时间无关。说吧，这个点约我出来，想打听什么？下班时间，不谈工作。别假正经了，你和我之间什么时候有过私事啊？似乎你妈对我们还不是很满意。我妈这个人呢，做事情稳中求胜。今早去了金富荣，前几天也已经去过了凡思，后面还有7、8家公司等着她去考察呢。等她考察完再说吧。慧慧，你我之间呢，就不需要那些商业的谈判套路了。你已经了解过瑞华，穆子韵确实掌握了绝大多数瑞华的权利。这也是我们犹豫的地方。但是瑞华未来的董事长，只会是，也只能是我。于直跟穆子韵有私人恩怨，为了扳倒穆子韵，他一定会来帮我。而我，对整个珠宝行业有更大的想法。瑞华是我推进行业变革的第一步。你应该知道我在学校时候的抱负，所以你应该相信我的诚意。你已经看过瑞华的计划和方案，我相信，业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开出比我们更优厚的条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好，我记住你的话。对了，你那个堂弟于直，在瑞华是什么职务？于直还没有正式进入瑞华，但是阿斯特的合同是他谈下来的。他呢比我小2岁，10岁就到国外去读书了，喜欢户外运动，在国内投资了一家攀岩馆，最重要的是单身。怎么样，够详细吧？还差一个攀岩馆的地址。好，一会儿发你微信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和于毅喝了杯咖啡。看来你已经倾向瑞华了。
我们考察了这么多间公司，没有一间你觉得更合适的？妈，我觉得于毅和于直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他们的不足恰恰就是他们的优势。比如我们今天去的金富荣，他们有8个钻石品牌，还有前几天去的凡思，我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伦敦圣马丁毕业，拿过珠宝精工大奖的设计总监，叫什么思成的。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，发挥的余地不大。说的倒是有点道理，但是金富荣跟凡思毕竟是做钻石的公司，我觉得你应该从专业性上多考量考量。妈，这点看法我跟你不一样哈。我要做什么，就一定是独占鳌头、独一无二的，绝不和其他的小鱼在同一个水池里争资源。尤其像瑞华这种曾经辉煌过又每况愈下的老字号，如果我的设计能拯救他们的业绩，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。妈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考虑考虑的人是你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爸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回来了。哦，约了协会的老李吃饭，聊到兴头上就晚了点儿。你不是说去美院找王主任吗？怎么又跟协会的人吃饭去了？啊，王主任临时有事，他说改天约我。阿海，你这2天好像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因为刚回国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？啊，有吗？过2天自然就好了。我去画室待一会儿。爸，回国以来，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一起歇一会儿，你就不多陪陪我们？爸有一幅很重要的画没完成，等画完了一定陪你们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爸你快去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妈，过2天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爸爸肯定和往年一样，在画我们一家3口的全家福呢。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你们了，今后每年我都会给你们寄钱。你放心，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有保障的。可是我们不要钱，我们只要你留下来，只要你留下来。我等了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了，你理解我好吗？可是为了这个机会，你就那么狠心，非得要跟我离婚吗？你也是设计师，你应该明白，对我这种学油画的，去美国深造意味着什么。可是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！你忘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什么了？你说过你不离开我的。现在女儿都2岁了，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。那些话，你就当我没说过。阿海。
这个混蛋！在画蝴蝶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是放不下他？让我们存在，不再有伤害，有谁不期待？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，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，相爱的人才明白，没有什么变成阻碍。从未感觉如此相爱，牵着我的手吧，不用表白，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。让我们去爱，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让我们去爱，就是现在。我们去爱，向着未来。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